突袭俄罗斯沃罗涅日，俄军5000吨弹药被炸。乌军新型无人机导弹亮相，可瞄准俄罗斯任何地方。俄军进攻卡列夫卡的计划以惨败告终。印度战队与乌克兰签署4项双边安全协议。立陶宛新援助到2024年底，立陶宛的承诺就将实现。8月24日凌晨，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奥斯特罗霍兹克市的弹药库被炸，并引发大火和巨大爆炸。目前来看，弹药库都被乌军无人机引爆。该设施储存的弹药包括炮弹、轻武器弹药和地对空导弹，总计超过5000吨。弹药库爆炸从凌晨持续到下午还未停止。由于爆炸不断，当地居民已经撤离，俄军损失惨重。有消息称，沃罗涅日的弹药库被炸是乌军新研制的无人机导弹实施的。8月24日刚好是乌克兰独立33周年纪念日，在庆祝活动上，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成功研发一款新武器——无人机导弹，并被命名为帕利亚尼西亚，目前已经执行首次实战任务。顾名思义，这款武器既是无人机也是导弹，威力比乌克兰其他的无人机更大，射程更远，可以攻击俄罗斯任何地方。只是帕利亚尼西亚的研发情况属于高度机密，没有数据外露。泽连斯基也没有透露首次实战的地点。不过，根据外界猜测，帕利亚尼西亚参与了乌军在8月24日对沃罗涅日地区弹药库的攻击。就距离来说，这点不是没可能。沃罗涅日地区距离哈尔科夫不过270公里，距离库尔斯克也不过180公里，而乌军无人机已经可以袭击距离边境1800至1900公里的奥列尼亚机场。帕利亚尼西亚袭击沃罗涅日地区，那就是小菜一碟。至于乌军研发帕利亚尼西亚的目的，主要跟北约武器的限制有关。面对炸毁克里米亚大桥的诉求，德国一直拒绝提供金牛座导弹，美国对 ATACMS 导弹的使用有严格限制。5月份，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海马斯 GMLRS 对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俄罗斯领土进行攻击。8月份，美国允许乌军使用美制武器对库尔斯克地区的俄军进行反击，但也仅限于库尔斯克地区，这也导致乌军丧失了很多反击机会。对于乌军而言，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作战不仅包含前线攻势，还有对俄罗斯后方的袭击。俄罗斯自然也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把机场的飞机移除风暴阴影和 ATACMS 导弹的射程，以免北约武器解除限制后对俄本土机场进行袭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乌军的打击目标不仅只有机场，还包括大型军事基地、通信站、物流中心、维修设施、燃料库、弹药仓库和永久总部。这些目标很难快速重新部署。比如乌军在8月24日袭击的弹药库，就包含俄罗斯西部部队集团的炮弹、小型武器弹和地对空导弹，而该集团刚好负责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夫、克雷明纳战线。弹药库被炸之后，俄军想要补充弹药，只能另寻他法，如此一来就会延误战机，乌军的进攻只会更加顺利。只是很可惜，风暴阴影和 ATACMS 导弹存在使用限制。但帕利亚尼西亚出现后，这种情况就会改变。作为无人机导弹，帕利亚尼西亚兼具无人机与导弹的优点，威力更大。而且作为一款无人机，帕利亚尼西亚的造价并不高，制造难度也比导弹低，可以大规模使用。此外，乌军还在不断改进海王星，并进行了实战。8月20日，海王星导弹击中俄罗斯罗斯托夫的 S-300。可以预见的是，帕利亚尼西亚与海王星结合，乌军可以打击距离俄罗斯1000公里以内的任何目标。泽连斯基在庆祝活动上说的话，并不是说说而已。俄本土战区，乌俄双方依旧激战，其中格卢什科夫斯基区670平方公里的区域已经唾手可得。乌军在突入36公里后，并没有持续扩大，而是选择保证士兵处于火炮和防空系统安全范围，只有小股乌军继续扩大侦察的骚扰。等到北约放开武器限制，或者帕利亚尼西亚的数量稍微多一些，并对俄后方的基地、弹药库发动袭击之后，乌军才会选择快速推进。雷利斯克、里戈夫、库尔恰托夫都会成为目标。库尔斯克前线，乌俄双方在北线和东线的战况比较稳定，双方均未取得重大进展。有媒体声称俄军重新夺回波尔基，但该事件并未得到证实。俄罗斯第810海军步兵旅车臣阿赫马特与第30摩托化步枪团的成员正在保卫马尔蒂诺夫卡，并有小型步兵群和装甲车支援。此外，俄军正在库尔恰托夫以南与库尔斯克市以西建立野战防御线，
只是就跟火力军之前说的那样，速度迟缓，射击低能，很难抵挡住乌军前进的步伐。乌军本土战线，乌俄双方都可以接受。在乌军进攻库尔斯克的情况下，俄军不得已从赫尔松、扎波罗热、哈尔科夫抽调部队回防库尔斯克。但是只有红军村方向的俄军没有被抽调救援，反而继续不计成本猛攻。乌军选择进攻库尔斯克，本土的防御自然会有一定的削弱，俄军突进的速度也会有所增加。在红军村取得一定进展后，俄军就试图扩大乌军防线的缺口。为此，俄军向沃夫查河南部施压，企图在2辆 BMP 的支援下占领卡利夫卡。在第一次尝试失败后，俄军继续实施摩托化进攻，只可惜最终以惨败告终。只是由于兵力问题，乌俄双方都是有失必有得。有消息称，俄军已经进入新赫罗季夫卡中心。过去几天，俄军沿着铁路两侧的防风林带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火力军觉得俄军这是想要以红军村为突破口，之后拉平整个缺口。只是与俄军进攻库尔斯克的速度相比，俄军在红军村方向的进展还是太慢。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5旅已抵达新赫罗季夫卡附近，该旅之前在罗伯基涅附近担任作战后备队的职能。就目前情况来看，乌军攻入库尔斯克的确是一步好棋。由于后勤、人员、武器的限制，俄军已经陷入两难，选择回援库尔斯克就会出现其他问题。俄军刚从哈尔科夫抽调少量兵力，乌军第3突击旅就在哈尔科夫打反击，并且还有俄军使博主担心乌军在赫尔松使用登陆艇登陆，然后直逼克里米亚。按照这种发展趋势，希尔斯基给俄军带来的惊喜还在后面。8月24日，立陶宛总理英格丽达·西蒙尼特宣布了一项新的对乌援助计划，其中包括无人机、防空导弹以及购买军事装备的资金。西蒙尼特在乌克兰独立日访问了基辅，并带来了新援助。立陶宛承诺在秋季结束前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000架无人机，并将拨款3500万欧元，为乌克兰购买雷达和排雷设备。此外，立陶宛最近宣布的援助计划也将很快抵达乌克兰。该计划包括提供10套近程防空系统。立陶宛之前承诺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 用于援助乌克兰，到2024年年底，立陶宛就将实现这个承诺，并且可能还有所超出。根据追踪对乌援助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给出的数据，立陶宛已拨款 5.01 亿欧元用于援助乌克兰。另一边，印度也开始站队。8月23日，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基辅，并在多个场合表达对泽连斯基的支持。同时，泽连斯基还表示，对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乌克兰期间，双方就医疗、农业、人道主义和文化领域合作达成了4份合作协议，并且还准备了一份关于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贸易和军事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虽然印度购买俄罗斯能源，但是在外交上，莫迪是一点都不含糊，强调尊重联合国宪章，支持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上个月莫迪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态度同样也是如此，在晚宴上对普京表示要尊重联合国宪章。这个大方向没错，只是乌俄双方愿不愿意那就另说了。至于印度的态度，依旧是站中间，两头通吃。不过对泽连斯基来说，莫迪的表态就是本次访问的最大成果，印度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行动并不重要。在乌克兰独立33周年纪念日，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也选择了访问基辅。英国、罗马尼亚、瑞典、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摩尔多瓦等国向乌克兰发出祝福。欧盟办公大楼也亮起灯光，对乌克兰表示支持。多个国家领导人表示很快将访问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并进一步提供援助。重点是在8月24日的时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祝福乌克兰独立日。2年多以前，白俄罗斯允许俄军街道攻入基辅，如今卢卡申科又祝贺乌克兰独立33周年，祝乌克兰未来繁荣昌盛。只能说，这让火力军有些意外。白俄罗斯在8月23日还向乌克兰边境派遣士兵，虽说是为了防止乌俄的战斗影响到自己，但白俄罗斯之前的所作所为就已经明确说明了一件事：跟俄罗斯是盟友。这个时候选择与乌克兰示好，火力军有点想不懂。德国挪威潜艇计划。2021年7月，挪威和德国联合订购了6艘212CD 型潜艇，由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负责研制，总价值约为55亿欧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60亿美元，即每艘212CD 型潜艇的成本约10亿美元。其中挪威4艘，德国2艘。第一艘潜艇将于2027年开始测试，计划在2029年优先交付给挪威皇家海军，其他潜艇分别计划于2031年、2033年、2035年交
交付，而德国的2艘潜艇则是在2032年、2034年交付。今年8月22日，挪威对外宣称212CD 潜艇的设计阶段已经完成，后续项目的重点将会转移到潜艇的建造上。此外，挪威还在今年6月正式加购了2艘212CD 型潜艇，而德国也计划加购4至7艘。根据媒体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韩国主要军工集团的出口份额同比增长 19.8%， 预计年度武器出口额将达到200亿美元以上，远超去年的135亿美元。有媒体表示，韩国正在打造以军工产业为主的支柱产业，以此来推动韩国对外防务合作，并提升韩国在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力。根据报道，韩国军工产业的主要客户仍然是以东南亚与中东的国家为主。在东南亚市场，韩国 HD 现代集团在6月份宣布将向菲律宾出口多艘军舰。韩国韩华防务公司与马来西亚国防部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向马来西亚出售15亿美元的天武多管火箭炮。在中东市场，韩国 LIG Nex 公司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天宫2型导弹系统。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公司所研发的完美雄鹰直升机与 FA-50战斗机也被伊拉克与埃及军方列为潜在采购目标。同时，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在北约库存严重不足的情况，韩国武器也成为欧洲多个国家的选择之一。在今年4月份，韩国向波兰出口72套天武多管火箭炮系统，价值16亿美元。在5月份，双方又追加签署价值43亿美元的系统。值得一提的是，仅在2022年与2023年，波兰就向韩国军工业采购了207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相关装备计划于2025年至2028年交付。与此同时，韩国还正在推动与挪威、瑞典、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来达成武器出口协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如果下半年与其他国家谈判顺畅的话，韩国今年的武器出口额将突破200亿美元。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菲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将曾经协助美军作战的阿富汗人迁往菲律宾境内进行安置。之后，美国会陆续批准这些阿富汗人的赴美签证。按照协议内容，菲律宾将会安置首批约300名阿富汗人，但目前并未透露具体的安置信息。另外，在这项协议的谈判过程中，菲律宾着重强调这种安排是临时性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些阿富汗人在菲律宾的居留时间最多可能也就几个月。不过，据美方官员估计，待首批阿富汗人被安置之后，这项协议的持续时间可能会被延长，规模也可能会扩大。菲律宾可能会发展成为阿富汗人在等待赴美期间的中转站。据中时新闻网8月24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苍龙级柴电潜艇青龙号将于8月27日至11月中旬前往夏威夷海域，与美军举行年度联合演练。报道称，美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基地设有大量训练设施，日本海自的潜艇组员可参与各项地面训练，并与美海军展开联合行动，举行一系列模拟反潜作战和水下对抗演习。同时，仅拥有核动力潜艇的美海军还能借此机会熟悉柴电潜艇的水中性能和各项技术特性，有助于提升双方专业战绩，强化彼此之间的作业互通性。此外，报道还称，这已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第88次执行赴美联训任务。据捷克沃多乔迪航空公司最新声明显示，已向越南交付了首批6架 L-39NG 教练机。2021年，越南国防部和沃多乔迪航空公司签约，采购12架最新版 L-39NG 教练机，而此次交付的6架正是这项交易的一部分。除了 L-39NG 教练机外，合约还包括对应的培训以及后续零部件供应等后勤工作。按照越南空军的计划，这6架 L-39NG 教练机将部署在越南空军第910航空训练团，取代老旧的 L-39C， 以培训新一代飞行员。L-39NG 配备有先进座舱虚拟训练系统、特制的飞行头盔显示器，能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有效提升飞行训练的作业效能。待这批战机正式投入训练后，可促进越南空军加速实现现代化。
8月22日，美国批准向挪威出售100枚 AMRAAM-12导弹、4个 AIM-120C8 制导部件及其他相关设备，总价值约4.05亿美元。这些导弹将被集成到挪威的 NASAMS 系统中，以增强其抵御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除此之外，为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挪威还决定与美国合作，一起向乌克兰提供2套的 NASAMS 系统，并对乌克兰操作员进行培训，以确保该系统能够被有效使用。另外，美国当天还批准了对罗马尼亚的军售案，向其提供186枚 AIM-120C8、AMRAAM 4个同型号导弹的制导部件、各种类型的训练弹、相关配件以及其他的先进设备方面，总价值约5.92亿美元。据美国《星条旗报》8月23日报道，美空军 F-22 战机已抵达新加坡，将与新加坡空军 F-15S 机、F-16战机联合开展空中军事演习。新加坡空军表示，本次军演重点包含异机种空战训练，通过模拟与假想敌交战，加强双方战机飞行员的作战能力。另外 ，F-22 还将会和新加坡的 A330 MRTT 空中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演训。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 F-22 战机首度现身新加坡。早在2020年，美空军就已经与其进行过军事合作。随着此次演习的进行，两国空军将会加强互通性，促进美新国防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8月23日，韩国在澳大利亚开设的装甲车工厂正式启用，这是韩国首次在海外设立军用车辆生产基地，其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总耗资约1.7亿美元。按照韩国的生产计划，装甲车工厂将会在第一阶段生产澳大利亚在2021年采购的 AS9 自走炮与 AS10 装甲弹药车，第二阶段将制造澳大利亚在2023年订购的129辆 AS21 步兵战车。预计2026年会先交付 AS21 原型车，在满足澳大利亚订单之后，韩国将会扩大相应的海外市场。据自由时报8月24日报道，当乌克兰获取首批 F-16后，一家捷克公司在丹麦国防工业展览会上展示了这款战机的充气诱饵，其身上还印有乌克兰空军标志。目前并不清楚这个 F-16耳机是否会运往乌克兰。至于机身上的乌克兰空军标志，可能是这家公司希望以此引发客户对相关产品的兴趣。在这家公司的官网上展示着30多种不同的诱饵武器，除了各式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外，还有多款战机，如俄制苏27和苏30战机以及美制 UH-60直升机。由于俄乌战争影响，导致作战部队对诱饵武器的需求激增，这家公司已多次向乌克兰提供诱饵装备。随着 F-16 战机到达乌克兰，该厂商又开始产出 F-16 耳机，以更好地援助乌克兰。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首批 F-16 已抵达乌克兰，但数量却很少，只有极少数乌克兰飞行员有资格驾驶。再加上此前俄罗斯以高价悬赏击落乌克兰的 F-16，导致乌克兰现有的 F-16只能够执行有限且较为安全的任务。而 F-16 耳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俄罗斯，隐藏乌克兰现有 F-16的真实行动，从而执行更多任务。据澳大利亚国防部8月22日消息，美国海军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夏威夷号将首度在澳大利亚接受由美澳海军人员共同进行的潜艇支援维修工程。目前，夏威夷号已抵达澳大利亚西部的斯特林海军基地，负责此次维修工作的美海军兰德号潜艇支援舰也已于本月16日抵达当地。接下来，夏威夷号潜艇将在斯特林基地接受维护工程。澳大利亚海军潜艇维保人员会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下对夏威夷号进行维保。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美英澳3国协议，美澳海军于今年1月就已经展开了潜艇后勤维保的合作训练，约30名澳大利亚海军人员加入到兰德号潜艇支援舰行列接受训练，随后一同返抵澳大利亚。美国海军也派遣了一支团队驻扎在斯特林海军基地，与澳大利亚海军共同开展潜艇维保等任务。另外，从2027年起，斯特林基地将会轮流驻扎一艘英国机敏级核潜艇和多达
4艘的弗吉尼亚级潜艇，以协助澳大利亚积累操作核动力潜艇的经验。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乌军什么时候会在俄本土进行快速推进？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